大家好，我是以赖，這裡是屏東滿洲的新海漁港。這一次受到船家的邀請，跟他們一起出海捕魚。從宜蘭過來這裡真的有夠遠了，開車過來繞了一個 C 字形。漁港裡面停的船都蠻小的，是那一種用塑膠管做底的船。這種船只能用在比較近的海域作業。這一艘船蠻小的，船長就坐在這個架高的座位上。誒，那椅子上是不是寫着某某國小啊？啊，看來又是一項土炮力作。每次出海都能看到漁民朋友的各種創意。現在是清晨5點，今天運氣非常好，幾乎沒有浪。出港大約10分鐘就開始作業了。他們的漁法是拖吊法，用誘餌拖在船的後面，船慢慢的往前開，激起水花，吸引掠食性的魚種注意。這種漁法叫一本拖吧，很靠經驗跟人品的漁法。今天的釣餌是飛魚，把飛魚勾好，釣魚線丟進水裡，一次放3門，左右兩邊的魚線用竹竿延伸出去，盡量避免魚線纏在一起。他們除了自己出海釣魚之外，也有帶釣客出海釣魚的服務，但是需要有船員證，一樣是拖吊法，專攻旗魚、竹梭、鬼頭刀啊、鮪魚這種兇猛的大型魚類，3條線都連着一個蜂鳴器，魚吃餌一拉，蜂鳴器就會叫，這真是一個好設計。這是蜂鳴器哦？對啊，中魚會叫哦？它只要拖出去之後就會叫了哦，這樣才不用一直顧着它啦。拖吊法純粹用手用眼感受，這種漁法經常會長時間沒有魚吃餌，在等待的時候很容易晃神。魚吃餌的當下，如果沒有立刻拉繩，魚感覺到有魚鈎，就有機會吐掉。聽到蜂鳴器響，船長就會瞬間加速，等同扯緊魚線的作用。對啊，老德啊，老德啊，鬼頭刀哦。大概是哦。哦，太小就对了。对啊。我刚有一個很明顯一個尖的東西，哦，手腳很大嘞，打花情話，打花情話。要這樣一直拉就對了。哦，它擺動的幅度這麼大，可以放下去啊！你用釣竿都沒辦法啊，一個人3個釣竿沒辦法。哦，它身上有個浮球掛住了。對啊，對啊。哦。這樣就要抓很久，要跑到深海裡去了。它不上來，就沒辦法。力道很強，拉不上來，不會斷掉。哦，如果太粗的話，它不出啊。
就給它掙扎一下。對啊，慢慢來啊。大的很少這樣跳嘞，正常跳不太起來。哦，哎呀，就大概這樣跳。哦，你說跳起來這樣啊？對啊，正常大的它已經它不會有那麼活力就對了。啊，它這種會去什麼磨什麼石頭蝦小把這個不會啦，線搞斷之類的。它不是扭桿，不是 GT 啊，GT 才會。我。好，練了。这样不太厉害，然后上天了。有10啊，有30都有。应该是骑椅啊，给它掙扎是嗎？因為我們線沒有了哦，要跑腿吧？它就這樣一直跑了。對啊，我們現在就跟剛剛一樣啊，又要去撿它啊。哦，對啊。啊，確定有吃死就可以這樣？對啊，因為剛剛搭的時候很緊的啊。哦。那條線就是一定要讓它跑，不然硬撐它就是斷掉啊。掉了，掉了。
流血了。不是那个都下去的，这边你看。這一次出海運氣真的很好，船長的經驗也是沒話說，3尾旗魚都沒有脫鈎。我上一次在台東脫釣的運氣就不好，上一次是用假餌，今天是用飛魚，可能效果上還是有一些差距的。11點多就回港了，我問船長為什麼不繼續釣，船長說這樣差不多了，抓太多的話也不一定賣得掉，要賣魚還要自己把魚送去後壁湖。船加油就是在路邊的這個管子家，2個兒子都來幫忙搬魚，船長的家就在附近，用貨車搬魚回家處理。這個漁港很小，沒有製冰廠，碎冰也要去後壁湖那邊買，然後囤在家裡。這種就是真正的小農經濟。魚搬回船長家稱一下，最大的旗魚是35公斤，另外2尾小的是25左右。這根長長的魚嘴，密密麻麻的細刺，很像銼刀。這是會賣給雞桶啊？那個打自己的那種。最大的那一尾旗魚剛剛聯絡客戶賣掉了，小尾的1尾賣附近的人，這一尾比較小的就留着自己吃。船長的兒子直接在家門口給各位示範如何處理整尾旗魚。這個魚鰭真的是蠻漂亮的，沒想到居然是藍色的，我以前看到都是黑的。在削魚鱗的時候，表皮會看到很多寄生蟲，跟魚鱗一起用刀挖掉。剛剛的畫面應該有看到，除了寄生蟲外，還有寄生魚貼在旗魚的身上。寄生蟲還不止一種，越大的魚活得越久，越容易被寄生。多看看我的影片，你就會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。或者你才赫然發現，這些年其實也吃下去不少了。只要不是活體，又沒有被嚼爛，一般是不會被發現的。旗魚肚子有一個凹槽，刀對準凹槽下刀就不會切歪。這個旗魚有魚卵，已經過了最肥美的季節了。這個卵超大條，感覺會非常好吃。像今天早上這樣捕到3尾旗魚，感覺好像蠻好賺的。我問他們說，這裡旗魚的價格很低，1公斤就100出，扣掉油錢、船的維修損耗，還要買冰、囤冰的成本，感覺也沒有很好賺。旗魚的魚標是像氣泡紙一片的，水針、飛魚的魚標也是一樣的，而且剛好3種魚體型都是長條形的。這種魚標新鮮的時候很容易去除，放久了氣消了就會粘在肚子裡面。接着去除血河，狀態好的血河也是非常容易去除的，不會粘在肉上或是散開爛掉。這一節我就帶回去高雄同學家吃。想要包船出海釣魚的話，可以私訊我。船長送了我1節旗魚肉，我帶回高雄朋友家放冷藏熟成。拿到的當天，我有吃一小片生食，真正新鮮的很牢啊！哦，那魚肉真的超級酸的，肉很 Q， 魚筋完全咬不斷。
這種運動量很大的魚被捕撈的時候累積了大量的乳酸，很老的生魚片根本是很難入口，一定要放一放，冷凍或冷藏都可以。今天是冷藏第4天，切来吃，魚皮都乾硬發黑了，但是裡面的魚肉完全不受影響的。芭蕉旗魚一般都是紅色的肉，在5、6月的時候，特別肥的魚肉會變成橘色。我去年吃了3次金瓜肉，今年的芭蕉旗魚我都沒有看到全身橘色的，頂多是腹部有一點橘色這樣。那黃色這個是孢子蟲，這種蟲在家雉身上很容易看到。大的野生魚有一些蟲很正常的，剛捕撈的畫面中應該也有看到，旗魚身上有其他類型的寄生物。它的體型大，吃過的魚很多，被寄生的幾率當然很高。它們應該都無法在淡水環境繁殖，不小心吃到就是比較噁心而已。這個芭蕉旗魚生魚片跟一般平價日料店的那種旗魚吃起來落差很大。這種吃起來的魚味很強烈，口感扎實，不會像是泡過水的濕紙巾。油脂最多、最好吃的旗魚還是冬天的白旗魚，但價格也很貴。靠近魚皮的肉是紅色的，這個部分生吃味道沒有很好，口感也很硬，一般都會修掉，可以煮湯或者是做熟食來吃。魚腹肉的部分單獨分切，這也是做成熟食。旗魚肉跟鬼頭刀有點像，魚肉的肌理很扎實，很健康。一旦過度加熱煮太久，就會變得很硬很難吃，所以盡量切薄片，加熱一下就好。這個生魚片在切的時候，你就能感覺到一節一節的魚筋被割斷，這個不要切得太厚。魚腹肉我想要做紅燒，這些蔬菜是昨天去吃麻辣鍋吃不完的菜盤，我們打包回家的，所以這個種類很多樣化。南部人喜歡吃。這個是魚湯加蝦頭煮的湯底，昨天吃的胭脂蝦殼我留着熬這一鍋湯。屏東那邊很喜歡吃飯湯，我覺得類似於白米沒有煮得很軟爛的粥啊。我就弄了一個海鮮飯湯，青菜煮軟，湯汁調味好，最後再加入旗魚。血河肉生吃的口感不好，但是煮熟了就變得很好吃，魚味很濃。筋感有點強烈，要放隔夜，但口感也不錯。可以，稍微炙燒過，看一下它這個筋感會不會比較沒有那麼強。透明的地方就是魚筋。沒有什麼幫助，魚筋感超硬。它的結締組織嘛，煮熟應該是比較好吃。不錯，但就不能煮太久，煮太久的話就會很硬，這個剛剛好。腹膜在哪？對呀、這邊有黃黄一層的嘛。哦。很少，這個特別好吃，粥，用蝦湯跟魚湯熬。